我的老公最近变得很奇怪，他每天睡觉前都会吹很多个气球，无论我怎么询问，他都不肯告诉我原因，只是目光呆滞地坐在客厅，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气球。可第二天，那些气球又会莫名其妙地消失，直到我忍不住想要拿起气球，却被他厉声制止，甚至一脸凝重地叮嘱我，千万不要触碰它们。他积极向上，对我也非常温柔，我们两人也从未发生过争吵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露出这样的神情，我也不敢再去追问。但是时间久了，心里的疑惑就像野草一样疯长，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在意那些气球。很快我就发现，他回家后总是会先一头扎进书房，甚至书房也被上了锁。我也曾考虑过撬开书房，可是我又担心，如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之间的信任可就全毁了。正巧有天婆婆来家里做客，趁着老公不在家，我顺势提起了老公最近的习惯，可没想到婆婆一改往日的温和。李川从小就有这个习惯，你不要在意，但是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戳破那些气球。可还没等我来得及追问，老公却突然出现在身旁，看着两人拉起家常，期间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，但我终究还是下定了决心。因为婆婆住得比较远，每次老公都会送她回家，确定两人离开后，我还是撬开了紧锁的书房。可下一秒，我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敢动弹，天花板上竟挂满了无数花花绿绿的气球。我缓缓走进那些气球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。终于我颤抖着伸出手，就在指尖触碰到气球的一刹那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满屋的气球一个接着一个的炸开，老公的声音竟然从里面传了出来。原来那一句句的抱怨都被他藏了起来，我感到无比的心痛。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老公已经回来了，他就那样呆呆地站在客厅，像极了一个陌生人。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。我翘了翘嘴角，随后又瘪了下去。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，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发错了，我回了一句，蒙头继续睡觉。我刚要睡着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有些抓狂。谁呀？我烦躁地应了一声，外卖。先放门口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外面的人应了一声，接着没了动静。我跳下床走到门口，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没订餐，哪里来的外卖？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，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蹑手蹑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。我迅速把外卖袋拿了进去，猪脚面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，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？正疑惑间，面好吃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家地址？我皱紧眉头，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。电话却突然响起，盯着手机半晌，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佳佳，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一个充满磁性的男声响起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，别再找我了。我很是反感的解释。别闹脾气了好吗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，请适可而止。你这已经是骚扰了，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。次日早上，手机再度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。唐女士，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。跑腿小哥机械地说：“怎么会有人送花？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？”懵逼的我起床打开了门，看到跑腿小哥手里的花，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红色的包装纸下，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，颜色的反差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说了一句，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，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陌生号码，我气愤地接起电话。喂，唐佳佳，你是不是唐佳佳？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我愣了2秒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蹙起眉头犹豫地问道：“你是？”唐佳佳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女人爆了粗口。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我被她气得够呛，母胎单身24年的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少在这给我装像了！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，又是打电话，你真是不要脸！”电话那头，女人的火气很旺。听了她的描述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再骚扰我，我真的会报警！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。
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的骂过。我脸色涨红，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，哎，别哭了，我帮你把这花扔掉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有些害怕，随后又安慰自己，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。谁知次日一早，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地吼着：“你这个小三儿，终于让我逮到了！”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，狠狠地瞪着她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中年妇女一脸鄙夷：“现在的小三真猖狂啊，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！”她的声音很大，立即引来众人围观。你认错人了！我涨红了脸说，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钳着我用力往外拖。我急忙呼救，却没有人愿意帮忙。大姐，把你男人喊出来，我们对峙一下。我决定反向自救。女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停住脚步。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，和她拉开距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。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女人甩了甩头，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：“赶紧滚过来，别做缩头乌龟！”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，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看着他，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，确定根本不认识他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窝囊地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我……”男人的声音，我莫名觉得熟悉。女人暴喝一嗓子：“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声辩驳：“佳佳，咱们的事儿他都知道了。”男人急得直跺脚，貌似小声提醒我。听他喊我名字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他。你们是一伙的！我怒怒切齿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”可惜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花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，鄙夷、唾弃、不屑。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我再次呼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突然，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。哎，你说他是你的小三儿，那你能说出他的具体情况吗？刘阿姨怒视男人，问了他一大堆问题。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。我已经报警了啊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刘阿姨挺着胸膛说：“听说警察要来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松开了我。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叫嚣着慌乱离开，直到他们消失不见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刘阿姨扶着我：“别害怕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今天多亏了她帮我摆脱困境，否则我早就被这骗子拐跑了。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，突然眼前天昏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刘阿姨诡谲地看着我笑，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。我一脸震惊，不甘地闭上了眼。你们回来吧，搞定了。猛地睁开眼睛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，我的呼救只会引来刘阿姨，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带走。我心一横，将男人旁边彪形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用力的摔在地上，狠狠的用脚去踩。叫你拍，我叫你拍！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彪形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。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，手机已经粉身碎骨。你赔我手机！彪形大汉冲过来要拉扯我，我眼疾手快躲在男人身后。彪形大汉薅住男人的脖颈，狠狠地说：“不赔我手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让警察管管。”听着悦耳的警笛声，我终于安心下来，颤抖着不停地对着彪形大汉道谢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的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的看着我：“妈妈，我怕。”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“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”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”丫丫脸色发白：“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”我们在网上看见的。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.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
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。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。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，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“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”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他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“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”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“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”丫丫今天跟我说，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。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
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她迷路了，让我去找她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将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两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。寂静的公寓里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身后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还敢叫！他喘着粗气，扬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。小贝真乖呀！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
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的痛哭出声：“谁来救救我！”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泣，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，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的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，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的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，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，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，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“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！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，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，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。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。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了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，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的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的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：“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”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
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，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：“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”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”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“谁啊？”“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”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“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我看到有4个人。”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“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”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N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凌晨2点，我看着门口的监控，身体止不住的发抖。明明画面里什么都没有，可那敲门声一直没停。我一个人住在郊区的公寓，向来没什么朋友，更不会有人这么晚来找我。可看着画面里空荡荡的走廊，我顿时感觉心里一阵发毛。那个敲门声就如同鬼魅一般，一直在门外持续着。难道是我的监控画面失灵了？我尝试拖动进度条，直到画面里出现了我回家的身影，我才确信监控没有问题。明明门外一个人都没有，这持续的敲门声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顿时我感到一阵不安，用被子将自己的身体紧紧裹住，希望那声音可以消失。可那声音就仿佛一根尖刺一样，埋在我的脑海里，只要停歇片刻便又能听到。我实在忍受不了那声音的折磨，便壮着胆子来到门口。就当我看向猫眼的瞬间，那敲门声却戛然而止。
门外竟然和监控画面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，这种情况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。明明敲门声持续了那么久，现在却突然停了，就好像门外有一双眼睛正窥看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赶忙锁好房门，可过了一会，那声音又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。这次那声音变得更加清脆，仿佛就环绕在我的耳边。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头，惊恐地看着紧闭的窗帘。我住在17楼，怎么会有人在我家的窗外敲玻璃？顿时一幅幅恐怖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，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。我不知道窗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但我能肯定，它一定是冲着我来的。那敲击声好像越来越强，节奏也急剧加快。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，向着窗边靠了过去。看着紧闭的窗帘，我抬起了颤抖的手。怎么是他？下午我在广场上休息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只贪吃的鸽子。去，走开！可我没想到，它竟然一直在跟着我。